你上一次来到微博电影之夜是2019年嘛？过去2年了，你认为自己身上有变化吗？有变化因为从2字头变成了3字头，然后呢，迎来了自己下一个10年。对，这个10年的开端你觉得怎么样？10年的开端还挺棒的，对，所以还不知道后面的路要怎么走。对，这2年你有电影《烈火英雄》，然后还有电视剧《如意芳菲》《谁都不忘遇见你》《山河令》跟观众见面嘛？你认为这些作品他们给你带来了什么？每一次作品，每一个角色都是我在演艺道路上的积累，它都是帮助我成为现在张之翰的一个过程嘛。对。前几天《山河令》总制片人马涛在出席新浪潮论坛的时候，就说你跟龚俊是天选之人。你怎么看待总制片人的这个说法？感谢制片人的肯定然后非常谢谢马姐能够邀请我去参演《山河令》。对，你觉得你们俩算天选之人吗？我觉得一切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吧。对，走到今天，你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你觉得是天选的成分多一点，还是努力的成分多一点？努力不一定能够到达你想要到达的目标，但是不努力你一定到达不了。所以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嘛。对，这是我觉得努力一定是要占更大部分。对，就你身上也是3和7的比例这样分？那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比例，这个比例可能随时都在变化吧。看到你在那个上次的直播里面读信的时候，读着就突然间就哭了。会有那样的反应吗？因为确实那是一封很可爱的信封，那个信封非常可爱，然后在当下那个环境里真的是猝不及防。我觉得猝不及防，所以没有建立好防线，所以一下就破防了。对。它那个内容主要是，你首先说那个封面很可爱是吧？对。封面是有什么心思吗？是个粉色的信封，我想一定是一封很可爱的信，然后它上面写一句话：快点把我打开，我快要闷死了。我心想这应该是个很可爱的人或者是小女孩子写的一封信嘛，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他写信的口吻也是那种娓娓道来，不是说刻意煽情，就像一个知心的朋友在跟你聊天一样，但是呢又很真切，很像一个很了解你的朋友那种感觉，所以就一下子就打动到我了。对。会不会有一些你记得的句子就是他可能写到了一些句子？他会就是像一个朋友都要今天我做了什么，然后阿旭你还好吗？你有没有在快乐的喝酒呢？有没有在晒着太阳呢？你是不是过得开心呢？然后他说了他有些不快乐不如意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阿旭，所以就哇，不能细想，就是现在想还是会有那个很感动的感觉。对，你很爱这样的时刻是不是？就是别人说中了你，或者是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境的时候，你很爱这样的时刻？不是很爱这样的时刻，我觉得人生其实是很需要这种温暖的，就像突然有了一个懂你的朋友，他在理解你，是给了你一定的温暖和力量，然后让你可能留下此刻的眼泪，然后让你擦掉眼泪，然后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温暖的，还是很充满阳光的，让我们坚定走向明天的道路，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会写一些我觉得写东西其实是一个抒发情感的过程。我觉得会写一些东西总比只会在网上然后说很多脏话比较来得好，起码你是一个很正向的去对待这个世界，去表达一些爱也好，表达一些自己的感想也好，而不是用一些很粗俗的东西去表达。我觉得我会更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你自己也是一个爱写东西的人？自己也不是说爱写东西吧，只是说我喜欢把一些东西给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也没有大家说可能说我有一种读书的人设，其实不是，我只是说把我
就是除了工作之余的东西分享给大家，但是呢，也会经常有犯错误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以前自己确实没有好好学习、好好读书。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然后大家指点出来了，我才觉得我应该更加去好好努力学习。然后以前可能因为以前为什么会读错字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字认知里，在我小时候它可能就是这么读的，然后等到人家纠正我的时候啊，是这样读的吗？对，以前可能就是以前太调皮了，然后没有好好读书。我觉得，所以现在要更努力，然后更加注意自己的一些字音啊，因为其实我上节目上很多东西都不是说对好台本的，然后都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所以会出一些错误，也希望就是所有在镜头前的朋友们可以谅解我会更加注意的，然后呢也去多多学习，然后多多改正，然后呢把更加正确的读音对说出来，然后告诉大家，对，就是我觉得这样就态度肯定是对的，但是我肯定不希望你因此变得谨慎。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犯错误所以变得谨慎嘛，但是如果你不犯这个错误，你怎么知道自己这个字在你的脑海里就是错误的呢？其实你之前可能有一个错误的版本你记住了，所以你在之后的生活中，可能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指出来，但是可能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公众活动的时候，人家会给我指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过程。就像我就会一直反复我说昨天那个什么后来就知道叫言简意赅，对，好像是对，所以现在我就记住了，我就会去改正自己的。所以我会每天我会结束了，我会在自己脑海里念很多遍，我把它改正过来。听起来也是个蛮良性的互动的。是，我不怕别人害怕发现我的错误。我觉得，因为如果我不说或者不做，我永远不知道我会不会错，然后永远都会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内。我少说嘛，为什么？好，就那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法了。那希望你不要就是以后不要变成很谨慎，就是很小心，就是谨言慎行的人，我是这个意思。好的，我会的。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你读信的那个反应嘛，然后其实你之前会有类似的这种时刻吗？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过。我一直以为我是个不太容易被感动到的人。钢铁直男。对，也有这样的时刻。其实，那你以前的感情就是一直以来感情充沛吗？是一个很丰沛的人？其实一直以来，我就像之前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接触事情的多，包括看的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一样的事情在发生，然后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了以后呢，我觉得感情更加充沛了。很多时候都会为了一件小事，为了一点小小的可能几个字句就会打动到我，一些电影的小小的片段，包括给电影人的情书这首歌，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每唱到几句话的时候，我都会有想哭的冲动。对，我觉得写得太好了，因为这首歌写给电影人的嘛，然后呢我可能又是作为一个电影电视的工作者，然后可能就更加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感觉能唱到心里面去。对，我觉得人长大就是会让人变得很柔软，这个就是长大的一个意义。有可能是吧？还没有长得特别大。大概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像这一辆列车，然后缓慢的开行，突然上了一个高速路了。对，就之前一直在崎岖啊，包括一些国道上，然后现在就是上高速路了。之前也听到你一个说法，说感觉自己像一只囚鸟。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去比喻自己？就是感觉自己现在的工作的关系吧，然后现在的环境的关系，就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太多的时间出去游玩也好，出去逛逛也好，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人的适应能力很强嘛，都是要不断的适应现在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对，有没有想一些办法保证自己有充足的时间，然后回到生活去汲取养分呢？
有啊，一定会给自己这个时间的，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很重要啊。听说，他说没结束，我想几个，就是我觉得一定要问的问题。好。1个月前你度过了你的生日啊，那天有什么感触？很开心啊，然后也是第一次早上过生日，对。起早过生日？对，起一个大早过生日。我有什么就是类似于那种到了一个生日必须有的那种沉淀式的感悟吗？没有啊，就感觉像重新起航了，突然上了高速公路的那种感觉。对。最后一个问题啊，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吗？我觉得先给大家保密吧。我觉得我一定会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然后很好的团队去进行一次很好的创作，然后在这里先跟大家保密。谢谢。